这一集很危险，因为有一间店回台湾还在想，下次再去成都一定会二访。这家就是陶德砂锅，如果它开在台湾，我会常去报道，而且还是连锁的，这合理吗？如果你小时候跟我一样，电动都在打真三国无双，喜爱三国历史，那这集你绝对要看。给我5分钟，我会把武侯寺里冰冰冷冷的泥塑木雕讲成真实的千军万马。但旅游最怕什么？就是下雨，别傻傻躲在饭店。教你一个在地人的超完美雨天备案，直接躲进去免门票，还顺便了解先秦到商周的历史。这一集就是吃到想念，走到有感，下雨也不怕，走啦！这一集是成都行第3集，前2集已经解锁，小玩家们可以回看哦。成都的美食真的太多了，但能让我跟学人同时惊艳，甚至想二访的，绝对是陶德砂锅。那种热气腾腾的锅气，加上服务人员的专业笑容，真的很有温度。我们私下讨论过好几次，一致决定把这间店放入我们心中来中国大陆旅游必吃清单的前5大。来成都如果没有吃过这一家，真的会留遗憾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离开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后位。你好，帮你们上一家菜，谢谢。青豆肥肠，请慢用小西锅边汤。肥肠，脆肠有嚼劲，带点咸香，而且它入的蛮软嫩的，所以它那个味道有卤进去。那因为我不太能吃辣，所以我点的一点点微辣，但是那个微辣感是麻而不辣，非常的咸香。好，来吃一下青豆。青豆啊，它吃起来鲜甜清爽。你在吃肥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比较厚重的醇厚感进去之后，加上青豆搭配在一起，它就是变成一个相辅相成、很完美的一道佳肴。这个是什么？不是牙签，是块头。大家看一下，还以为是公筷。第一次遇到，我觉得这个好贴心，这样就完成一个漂亮干净的筷子。这是我们煮材料汁哈。很讲究，这个蒜蓉、虾蓉，它要定时5分30秒才能开锅。他们对每分每秒都是精准的拿捏掌控。蒜蓉虾仁的特殊吃法就是冬粉包裹的虾仁卷一起吃，非常的享受。来，直接卷上去吃，哇！天哪，好好吃！虾仁脆弹可口，吸满了汤汁的冬粉加在一起，混合在一起，超好吃。虾仁竟然给了10只之多，而且每一只都超饱满、超大只的。另外啊，也点了一道红糖糍粑。来啦，我先吃原味的。成都版的烧马鸡，外酥内软。这边要提醒一点，温度非常重要，所以它刚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先吃。我会想起之前在成都吃糖油果子的感觉，但是它是再清爽一点点，当然加上红糖的调味，甜甜的，蛮适合当一个结尾的 ending。为什么来成都我会特地带大家来吃陶德砂锅？因为砂锅啊，它主要是用石英、长石以及粘土制作而成的砂锅，陶土的材质比较稀松，所以里面的一些小细缝啊，它会变成是一个微热的保温舱。加热之后30分钟还能保有8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它可以让水分子跟材料去做结合。以前古时代中药啊，基本上也是用砂锅去熬制。为什么？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起化学的反应，散热比较慢，在熬煮这个中药会对人体的伤害会比较小一点点。里面有一些微量的元素，比如说它有镁、锌、铜这些微量元素会渗透到食物里面。来，全中国大陆唯一精诚合适的武侯寺，如果不懂历史，直接进去，这50块门票就只是看几栋旧房子。为什么历史上高高在上的皇帝在这里却心甘情愿把光芒与 C 位让给他的臣子呢？给我几分钟拆解刘备与诸葛亮的千古博弈，保证你进场后看到的不再是泥塑木雕，而是真实的千军万马。进来的时候，我是先透过微信小程序这边去购票，购票之后打开订单，它会出现2个 QR code， 扫码就可以进入园了。大家可能看过《三国志》《三国演义》，甚至可能玩过《三国无双》吧？有，Hello，这是什么东西？就绝招的名称吗？大绝招的时候啊。这个武侯寺很特别，它是全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
武侯氏它主要是祭祀诸葛亮的，但是刘备的惠陵也在这边。公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驾崩之后，诸葛亮扶柩来到成都，帮他建造一个寺庙，要去祭祀他。诸葛亮死后，武汉的民众2度陈情刘禅盖祠堂去祭拜他，但是刘禅当时是不愿意的，主要是因为汉朝的制度来讲，没有人帮臣子盖寺庙，只有君主、皇帝。对刘禅来说，会让他的相父面临两难的窘境。一方面，他又想要让相父是可以好好被尊重；一方面，他又不想要得罪刘备这个君主，变得有点像是功高震主的感觉。一直到诸葛亮死后29年之后，刘禅他终于下诏要帮他的相父，就是诸葛亮立庙，但是他当时立的地址是在荆州附近，刘备他是在成都，所以他故意错开两地，而不是跟着刘备盖在一起祭祀，因为这样会惹人争议。他不能打破常规，打破这边长久以来的制度，不然你后面会很难交代。那一直到明朝，就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春，他翻到，为什么诸葛亮的寺庙门庭若市，就是人非常多，但是刘备的惠陵寺庙这边没有什么人，所以他就把诸葛亮原本的寺庙拆掉，建在成都这边，跟刘备是合并在一起的。他很有商业头脑耶。所以我们一进大门的时候，你会先看到是对刘备的尊敬。今天啊，有几个重点在武侯寺才能看到，一个就是有错字的匾额，第二个就是刘禅的塑像啊，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不会是动物吧？不跟你讲。第三个有一个雕像，它是脸是全黑的，不是包公哦，是全黑的雕像。那接下来啊，就跟我漫步在武侯寺，回想三国寺，在进来汉昭烈士的时候，会遇到第一个很奇怪的匾额，上面好像写错字了，它叫做明良千古。明这个字代表是刘备，他是明君。良指的就是诸葛亮，所以明良千古，哇，听起来恩情义重。一来的时候就有点感动，真的实现了小时候想要看诸葛亮祭祀他、尊敬他的心情。好，哭归哭，收拾一下情绪。对，真情流露。我来这边真的差点好几次想要掉眼泪。明，老婆你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多了一撇啊。好，为什么多了一撇？明这个字啊，我知道了，因为明代表目嘛，所以它旁边要改成是眼睛的目，还是一双眼睛，不是日。这个没有 say 好，我跟观众讲，这个没有 say 好。确认真的猜对了一半，它旁边写明的意思是代表这个明君有一个很清澈的眼睛看到了诸葛亮。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落字落款是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清代它不能名正言顺的写明，因为会让人家误以为是反清复明，所以他故意多了一撇。但是因为古时代明跟目是一体字，它是可以共用的。像之前在大阪神的时候，以前大阪的阪不是那样写，但是也是为了防止当时的城主以为我要反叛，所以他把大阪的阪的字改了一下，不能功高震主。进门的时候，右手边有一个唐碑。以前啊，有3大的名流，一个是宰相文臣，第二个是书法家，第三个是顶级科工。在这个唐碑上面刻了对诸葛亮的敬仰，以及他生平的一些阐述，有点像是3个顶尖的创作人才在这边留下一些资料。来到中庭这边，前面就是刘备的塑像，左右边一共有28尊的文武大臣，所以他这边有一点比喻以前上朝给刘备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古代的礼制意象。那我们就去看看有哪些武将跟文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廖化本人就在这边。怎么每一个人看到他的第一句都是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蜀国人才凋零，诸葛亮死前，其实他人才都慢慢稀少，因为五虎将慢慢凋零之后，他没有办法好好去培养下一代，所以当时他就是人以廖化作为他的大将去北伐，是有点蛮感慨的。西凉马超，高富帅的代表。右边这一尊啊，就是单骑救主的赵子龙本人。他并不像是武将的化身，他把它弄成是像文臣的个形象。再来文臣的第一位，当然是除了卧龙之外，就是凤雏、庞统，助刘备夺下益州。
塑像是重塑的，是清光道年的时候，雕塑者他依照民间的故事，重新再把庞统的雕像重新的雕塑，所以这个是之后的雕像。依照当时的民间的史料，他判断庞统他的脸是比较黑色一点点，所以在这么多文臣之中，他的脸是特别黑的。真的跟旁边的比，他是唯一文臣里面最黑的脸。你要运动型的好不好？哦，能文能武的庞统。武侯寺内的文武官共有28尊，但是却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啊，恕我大事啊！你错失街亭。你好激动哦，就是遗臭千年呢。再来，我们来到了主殿，中间我的正后方就是刘备的主像，我的左手边就是刘成，是刘备的孙子。但是刘备的右边没有刘禅，竟然是一个。因为当时邓艾他攻打蜀国的时候，刘禅直接投降了。蜀汉的居民认为他不配跟他的父亲刘备坐在旁边。宋朝的时候，把刘禅的塑像拆掉了。老伯刚才经过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注意到。你说棺材吗？来，我让薛仁带大家去看，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树精。朽木。哦，他们认为刘禅乐不思蜀，你没有资格跟刘备站在一起，所以宋朝的时候就把刘禅的塑像给拆掉了。所以他们以前骂人也很讲究哦。刘禅当时是蜀王，就是他接了刘备的衣钵之后，竟然没有配享是君王的礼制，或者是受后人敬仰，变成了一个朽木不可雕也。张飞是对员工很坏，然后最后被员工所害的。我觉得那战有点印象很深刻，蛮不是很唏嘘的啦。魏国来灭蜀国之前，他是立主不能投降的。他的爸爸是刘禅，但是他跟爸爸说不行，我们不能投降。结果他爸爸不听，他先在刘备的殿前，因为当时刘备是他的公公，已经过世了，他在那边哭，哭完之后，他直接把他妻子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再自杀。我觉得他是个愤青。跟你一样，对很多人来讲，他是忠烈的。你如果能来武侯祠好好研究这篇历史，你会觉得他们很多很动人的故事。祭祀完刘备啊，后面就是煮熟了诸葛亮。在走下这个阶梯的时候，可能没有多想，刘备祭祀的殿比诸葛亮的还要矮5米哦。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不是一个斜坡？因为你们斜坡折下去的时候，因为他是君，诸葛亮是臣，所以你不可以是平行的高度。他下来的楼梯一共是11阶。这个11阶是什么意思？刘备他去世是西元223年，诸葛亮他去世是公元234年，相差了11年，有点像是时间的桥嘛。在祭祀诸葛亮的祠堂之中，最上面有一根乌木，乌木上面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个是诸葛亮在他的诫子书，就是他写给他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句话里面摘录出来最重要的一句话。这里面指的意思是说，人不要被物欲一些欲望所绑架了，应该要去想一下你自己心中所追求的原则、理念、理想到底是什么。最喜欢的一句话其实是2个字：宁静。人生的课题，以个人的主观来评断诸葛亮，我觉得他就像是水，清清白白、淡泊、宁静。这一生用水可以代表他这一生的写照。既然他在归隐深山的时候能够悟出宁静的重要性，但是他还是愿意出山，真的非常难能可贵。对，所以丞相匡复汉室啊。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在后人的眼里，诸葛亮的名声比刘备好很多呢？主要是因为蜀汉的居民认为诸葛亮他当时治蜀的时间比较久，也治理的比刘备更好。对当地的居民来讲，诸葛亮还是真的对蜀国有更大的帮助。
有更大的贡献。诸葛亮他旁边有一个诸葛瞻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诸葛尚，这2个啊也是邓艾在伐蜀的时候双双战死。3代啊都是忠烈名门家族。在我的后手方是三义庙，主要是纪念桃园3结义的刘关张3位兄弟的庙。在三义庙旁边，竟然可以看到霸王茶姬在这里，太强了吧！你知道关羽人气很高吗？每次他的台前面都有人寄奉零食跟香烟给他。哈，关羽又不抽香烟，为什么要寄奉香烟？每一次都有，前面也有。那张飞跟刘备都没有？刘备有零食啊，但是每次关羽前面都有香烟。这么有趣。这边是刘备的惠陵，从1800年前到现在都驻扎在这边，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家盗过任何墓。他的墓啊是所有历代的君主最简朴自然的陵墓。刘备的惠陵啊，长180米，高3米到5米左右，保存着非常的朴素自然。没有长，我以为这是个公园。园内啊，还有诸葛孔明意象的咖啡厅以及伴手礼不能错过，我们来逛一逛吧。丞相的头饰，看起来好像没有变聪明，知道？变小叮当，以为戴上去智商就会变180。关羽苍蝇拍，太好笑了吧！这是古风的搭配配件，像这个就是放香料的，会变成是一个香囊，走在路上的人变成一个行走的一个香水。有一盒诸葛亮应该是5套件吧，上面有他的羽扇，像书签。哎，我觉得这个很酷哎，七弦古琴，戒指书，这很值得购买耶。最后应该是他的银币。这是干嘛用的啊？中国10大对联之一，这上面讲的是诸葛亮他治理蜀国的一些心法，还有兵法的一些攻略。三国历史课下课了，来到武侯寺，如果不去那面红墙竹影长廊走一遭，那真的白来了。那抹红色的围墙，配上翠绿的修竹，光影打下来，随便一站啊，都可以拍出那种深藏功名、运筹帷幄的高级感。建议拍摄的光影时间啊，为下午3点到4点半左右。阳光啊，穿过竹林，洒在红墙上，斑驳感最强。穿搭建议的部分会建议穿白色、浅灰色或是汉服最出片，强烈的对比会让你整个人在画面上更突出。你对诸葛亮看法是什么？诸葛亮看法，我每次在看《三国演义》真人剧的时候，每次演到他那段，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人演都很感动。我记得我有跟你讲，我看剧然后看到，因为觉得太感动了，哭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精神你很感动，很感动。但你会不会觉得他一个人背负了太多重责大任？那时候是觉得身体都不好了，还要为国为民，真的太劳累了。好啦，以上就是本流这次在武侯寺的故事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一定很多人内心有三国魂。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意见，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更多有关三国的故事。我跟雪人都非常喜欢听听三国故事，三国迷。最后啊，也想跟大家分享，园内啊也有人工讲解的收费，
如果还听不够，可以去找这些优秀、更专业的人工讲解哦。逛完武侯寺旁边有一间王记特色锅盔，也是跟三国历史有所渊源。走，我们去开吃。双胞胎的外皮煎的比较硬一些，就是中式披萨，哦，不过有被它外表那种酥脆感有吓到，很好吃。但是为什么它要叫锅盔啊？是因为它的外皮硬硬嘛。这也又回溯到三国时期一个故事，当时刘备他借了荆州，派张飞驻扎在荆州这附近。士兵觉得干粮吃起来枯燥乏味，所以他就把水加上干粮，再加上一些调味混合在一起之后，很聪明哦，他把头盔拿下来，当成是一个锅子，烧热之后，把他刚才的干粮贴在火烤热的头盔上面，烤出来之后非常的酥脆，士兵觉得味道非常的好吃，所以它就叫做锅盔。但是我觉得锅盔会不会有点太恶心了？因为它吸收了那个人的汗水，汗水还贴着锅盔的干粮，吸收了咸味，这样才会好吃啊！加了盐，所以你有吃到古人的汗水吗？辣椒其实用的还蛮够，因为我嘴巴现在挺麻麻的。323号。肥肠粉，我这次是点的是不辣的。哇，先给来一碗热热的冬粉，很好吃哎。但是我在想，我们来这边吃东西都没有加辣，会不会失去它的味道？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我反而喜欢的是它的清汤，那清汤味道不用加辣，就喝得到汤的清甜味道。肥肠真的是好吃哦，里面不会有腥味。来到成都，你就算不吃辣，你还是可以跟店家讲说我不加辣。有个店，如果食材不新鲜，他故意会用比较重的味道把那食材的腥味盖掉。但是这个不加辣，也可以吃得到非常的鲜嫩口感。不要觉得辣才代表这个餐点才是 perfect， 才是有调味的。有时候吃它食材的鲜味，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再来，我想要介绍一个景点，如果遇到下雨，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备案哦。来到地铁天府广场站，走不到5分钟，你就可以到达成都博物馆。那为什么要来成都博物馆呢？最主要是它第2层跟第3层是非常值得逛的，从先秦到商周等等相关朝代的一些文物都在里面。提醒大家一点，如果要来成都博物馆，可以透过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他们的成都博物馆的官方网站这边去预约相关的资讯。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只要持台胞证就可以入园了。这么好，所以如果遇到雨天备案或者是要避暑的话，都可以来到这博物馆吹吹冷气，看看历史文物。这边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带大件的行李，像我又带了一个小推车，它是不让进去的。这边有一个存包处，在这边存放你的相关的物品。我们来到地下1楼的储物柜，先按上面的存之后，它会给你一张小票，然后它会跟你说你要存在哪里。没有透过线上先预约购票的话，也可以来到这边票务咨询，扫描微信的2维码，然后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购票。像我们是先在微信上先预约，拿你的台胞证去兑换票券。前面啊，如果你要租语音导览的话，或是 AI 眼镜智慧讲解的话，这边都可以租借。成都博物馆这次的金线特展真的太顶了，从北非到东亚，展场里全是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黄金服饰。你会发现，原来在古代，大家对穿金戴银是全球通用的。这不只是一场服装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视觉旅行。来到成都，刚好有机会看到这个跨越千里的金色时尚。每一件展览品我都会静静的在前面仔细观看作品的细节。没想到这个竟然是可以免费看的。今天带你们逛成都博物馆，2楼跟3楼藏着7件超有意思的老宝贝，每一件都有故事，一次带你看完精华作品。穿越3000年的对视，这颗铜头像眼睛窄窄，脸方方的，可是古蜀祭祀现场的核心灵魂，也印证了三星堆文明那神秘又绚丽的光芒。这件文物太戳心了，古人相信灵魂要坐船去往生世界，所以特地制作这个船形的陪葬容器，
里面装的不只是水葬品，更是2000多年前对生命最温柔的想象。都江堰治水的工程师李斌，他为了要镇水，所以他用红砂岩去做这个蒙蒙流，去抑制岷江的湍急跟潮流。前战国的时候盛产蚕宝宝，所以他把蚕的纹路刻在那个兵器上面。那甚至他也有把一些蛇纹或者是虎纹刻在那个兵器上面，代表当时这个国家他兴盛什么或是盛产什么，他把当地的特色置入在他的兵器上面，类似伴手礼的概念。来，你有没有看到右边是可爱的蚕宝宝？所以他把蚕宝宝刻在兵器上面。蚕宝宝的高光时刻。2楼的顶流明星，这表情包式的吐舌头、笑眯眼，这就是古代的脱口秀演员。还有一个红色的小人在右边，它是古代人体经络的天花板，就它小小一个人啊，上面又把人体的经络用红线黑线的方式呈现在上面。它不是以前古代版本的18铜人？对，200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产物了。以前的达官贵人或是贵族，他就拿着这个有链子加上金边金丝所缠绕成的香囊，里面放一些香料，然后挂在腰间，所以他边走的时候，他会有带一点香气。好，现在逛完成都博物馆，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下雨或是要避暑的话，非常建议来这边，因为它动线其实还蛮简单的，每一层大概逛15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把它逛完了。但是我认真讲，之前也有去过其他的省份，看过比较大型一点的博物馆，也是免费入场。这边我觉得大概花不到3个小时，应该全部把所有的流程给逛完。很好是它的5楼也有咖啡厅，6楼啊也有一些休息的空间，所以对你的旅程来讲，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春熙路或是要去天府广场这边去吃东西或逛街的话，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继站，当成休息地。下一集我会整理在成都3天2夜的大型懒人包，包含路线、交通、住哪区、必吃清单、避雷与备案。希望下一集能带给你满满的旅游 tips， 让你旅游愉快与顺心。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